你懂我现在有多兴奋吗？这场名为 Nintendo Switch 2的发表会，真的是满满的诚意和成绩。看完这场发布会，真的有种感觉，吃了一餐名为任天堂的满汉全席。当然夸张了啦，但是它真的给我一种撑到快虚脱、兴奋到爆炸的感觉。欢迎大家回来，游戏 for free, game for free， 我是乃莫。今天主题不用多说，当然就是 Nintendo Switch 2。但是不知道这支影片拍多久、剪多久，出来的时候新闻可能也变旧闻了，加上重点太多，所以我们快速的进行一个主机亮点的导览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它整体变大了，萤幕也变成了 7.9 寸 Full HD 的 LCD 萤幕。那这块萤幕也支援 HDR 和最高120帧，在电视模式下甚至可以提升到 4K 60帧。这其实已经逼近夹击了，对吧？再来，机身上面新增一个 Type-C 的插孔，可以外接设备，也可以边玩边充电。那加上效能提升后，底座也加入了散热风扇，这点我们大家之后可以期待看看它的散热表现如何。然后是全新的 Joy-Con， 整体改成类似电磁力的强磁吸设计，那拆装会更加的直觉，那按键跟摇杆都变大了，那上手的话可能手感应该会提升啦。接下来是这次的 Joy-Con 重点，它可以当成滑鼠来玩游戏。那他们升级了喇叭，不过这个东西本来就见仁见智，收到装置之后就各自安好啦。另外也新增了一个科技降噪的麦克风，据说再吵旁边有人打果汁机，你都还可以顺畅的跟人家通话。比起当初 Switch 的32GB 和后来 OLED 版的64GB， Switch 2直接升级到 256GB，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太够用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第三方的大作正在排队进入 Switch 2的系统，所以他们有推出全新的联名记忆卡，并且只支援所谓的 Micro SD Express Card。是的，没有错，旧的或者是其他类型的，只要不是 Express Card 就不能用。讲白一点，就是钱给他，卡给我，我们的游戏体验飞起来。然后是可游玩的游戏种类，目前已知 Switch 2可以支援3种游戏，第一种 Switch 2的原生游戏，第二种向下兼容的 Switch 游戏，第三种 Nintendo Switch 2 Edition 的游戏，姑且算它是移植版啦，应该不为过吧。新的动画延续了 Joy-Con 原本的合体概念，那这次改成了磁吸，两个 Joy-Con 互相吸引后带出数字2的这个画面，真的蛮有创意的。这个是我没有想过会迭代的东西，但是他们确实做了一些改变，不只是把原本灰黑色的游戏卡夹改成了任天堂的红色，而且还提升了游戏的读取速度。那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第三方的周边商品，都在各自的地方陆续的公开当中。那其中有一款第三方的产品真的烧到我，那就是这个食人花镜头保护壳。我原本一个不想买镜头的人，现在觉得不买镜头来配这个食人花，好像对不起自己。OK， 我们讲了这么多，终于要来讲发售资讯。那 Switch 2将会在6月5号开卖，但仅限于首播发售的国家，像台湾马来西亚就要等到7到9月之間才可以买到。那主机有区分成日本版跟国际版，那据说日本版是会锁区、锁语言、锁商城等等的，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，毕竟 YouTube 上面有很多主修任天堂系的大佬们。我们去听大佬说，反正不管怎样，我自己是会买台湾版的，而且也很希望可以买到马里奥赛车同捆机，希望我有这个机会啦。有3大第一方的游戏会为 Switch 2保驾护航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就看得到的 Mario Kart World 马里奥赛车世界，是目前唯一一款全新的 Mario 作品，可以支援我们跟朋友一起去探索赛道以外的开放世界。那至于有多开放，我们就要等到4月17号，它会有一场专场的发布会，到时候就可以知道更多的内幕。第二款是一个名为 Nintendo Switch 2 Welcome Tour， 一款认识
主机的导览型游戏，就像是当年 PS5 内建的那一款 Astrobot Playroom， 你可以透过这款游戏去探索跟认识你手上这台新玩具。不过这款游戏没有内建，要买，而且是完全的纯数位版游戏。第三款名为 Drag and Drive 的一款极具创意的轮椅篮球的游戏，很明显的就是来支援 Joy-Con 全新的功能滑鼠游玩。那这款游戏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是轮椅版的 Rocket League， 毕竟过去我们是推着蘑菇头开着跑车去踢球，现在就是滑着 Joy-Con 推着轮椅去投篮，甚至我们还可以凌空飞起灌篮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项全新的多人游玩机制等着我们去体验的，它们分别就是 Game Share 跟 Game Chat。Game Share 的话，就是可以让你把自己的游戏分享给没有买这款游戏的朋友一起玩。那连线方式有2种，第一种实体连线，就是面对面分享给有任意机种的 Switch 玩家，不管是1代、2代都可以分享给他们玩。第二种连线方式就是网络连线，只可以分享给有买 Nintendo Switch 2的朋友。再来是 Game Chat。概念很简单，粗暴一点讲，就是内建一个 Discord， 只要按下 Joy-Con 上面新增的 C 字键，你就可以跟朋友分享语音、视讯，甚至是分享画面，主打一个随时随地同欢同乐的感觉。虽然我这个边缘仔应该是用不太到啦。OK， 再下来就要讲讲其他的游戏阵容有哪些，当然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部分。首先是宝可梦传说 ZA Nintendo Switch 2 Edition， 再来是马里奥派对空前盛会 Nintendo Switch 2 Edition 与空前盛会 TV， 萨达无双封印战记、空洞骑士、丝之歌、霍格华兹的传承、双影奇境、刺客任务暗杀世界 Signature Edition、Project 007、艾尔登法环褪色者版。最后一个当然是 From Software 留一手独占给任天堂的 The Dark Blood， 不过这款游戏我应该不会买啦，因为毕竟我是手残党。好，从3000多个字的脚本精简到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句话总结的话，我真的超级想赶快玩到 Switch 2，因为梦想中那种一机走天下的生活感觉就要成真了。不管是在捷运的通行上，还是睡觉前的床上，甚至是办公室里面。反正各种地方都可以开玩各种大大小小的游戏，这不是一个很 dreams come true 的感觉吗？所以我个人很期待未来还会有什么第三方的大作游戏会加入到 Nintendo Switch 2的系统里面。因此，我最后想私心的补一句话：如果今天游戏科学敢把黑手和悟空上架到 Nintendo Switch 2的话，我一定会再买一次。对。一次，毕竟我又不是多有钱的人，但是我愿意再为我这份爱花一分钱。OK， 到此为止，就是所有关于 Nintendo Direct、Nintendo Switch 2发布会的我有感兴趣的内容。当然，我知道应该还是会跳过一些大家觉得那是重点的东西，那就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一起分享，也跟我讨论一下你对于 Switch 2有任何的看法跟感受吧。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游戏佛福利，也希望你跟我都喜欢这一期的全新尝试。我是麦来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